一种古老的生活观察术。你听说过那个北宋邵雍观梅战的故事吗？就是他在院子里看见2只麻雀争一个树枝，然后呢，结果撞掉了梅枝，就这么个小事儿。然后呢，他就推断说，第2天会有邻居家的小姑娘来折花，而且呢还会摔伤，结果还真的就应验了。但这背后其实是一种能力，就是说不用什么高科技，就凭着观察身边这些风吹草动啊、鸟飞虫鸣啊，甚至心里一闪念，就能感觉到这个世界的一些微妙变化。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聊的风诀鸟战里头蕴含的智慧。古人那个时候没现代科技，他们是怎么练就这双火眼金睛的？这些观察方法对咱们现在这种快节奏生活又能带来点什么启发呢？这个啊，其实它的根儿啊，能追到易经里多那个天人合一的思想。简单说就是古人觉得啊，这个大自然的变化，刮风下雨什么的，跟咱们人类社会的事儿相互感应的，甚至是同步发生的。像那个四季变化影响种地一样，自然的节奏其实也暗示了人事变化的一种气候。你看易经那个易字本身就有变异的意思，对吧？那你要理解变化，前提就得观，就是观察。禅说那个伏羲画八卦，就是观察天地万物得来的灵感。你看天是圆的，那就是乾卦；地是方的，那是坤卦；打雷震动就是震卦；风流动巽卦，等于给自然现象贴了个标签，就这意思，一种归纳总结。然后邵雍呢，他更进一步把观察范围扩大了，扩大到身边所有的东西，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梅花易数。而风诀鸟战呢，就是这一大类观察方法里头一个比较形象的总称。这本质上它是一种基于长期观察的经验总结。这个风诀鸟战里头的几种核心方法：看风、观鸟、听声、识物，还有变色，看看这些古老的智慧里边到底藏着哪些能帮咱们提升现在生活洞察力的心法吧。咱们先说第一个，看风。风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古人管它叫天地之始，觉得它能传递信息。他们到底是怎么通过看风来感觉事情顺不顺的？这听起来还是有点玄乎啊。其实不玄，关键是看这个风的状态，它符不符合常理，或者说是不是合时宜，主要看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啊，是方向跟季节的配合。古人不是把方位跟五行八卦都联系起来了吗？比如东边属木，正卦；南边属火，离卦等等。核心原则呢，就是看这个风向它应不应季。比方说春天万物生长属木，对吧？那如果刮的是温和的东风或者东南风，这就是木或者木生火，顺应这个生发的气，古人就觉得这是个好兆头。顺应季节就是好的。但是如果春天它刮起了那种西北风，那是属金的，金克木啊，就好像给刚发芽的小草浇了盆冷水，那可能就预示着不太顺或者有阻碍。这个背后啊，其实是农业社会的经验总结。春天刮西北风，往往会带来降温、霜冻什么的，对农作物不好。这与其说是预测未来，不如说是一种基于经验的环境评估。那除了方向和季节，还有呢？还有就是风的品质，比如风声，它是那种和缓的，听着像音乐似的，还是特别尖利，像哭嚎，是持续不断的刮，还是刮一阵儿停一阵儿？古人觉得这个风声啊，能反映事情的情绪，像哭一样的风声，容易让人心里烦，做事儿可能就容易出错；而那种平缓的风呢，就让人安心。这个其实也有点心理学依据，环境声音确实会影响人的情绪和判断力。狂风呼啸的晚上，人确实容易感觉焦虑。还有就是风带来的颜色，风还有颜色？风本身没颜色，但是它卷起来的东西有颜色啊，比如沙尘是黄色的，黄色属土，象征稳定；还是黑色的，黑色属水，可能象征着险阻压抑；甚至是那种很少见的赤色的烟尘，赤色属火，可能就象征冲突或者异常事件了。这些颜色的信号啊，古人也会考虑进去，观察风向啊、风力啊、风声啊，甚至风里带的尘土颜色，综合判断一下当前这个环境是不是舒服，
是不是和谐？这其实也提醒咱们，环境状态确实会影响事情的走向，也影响咱们的心态。我们可以学这个思路，多关注环境给咱们的信号，然后适时调整预期和行动。如果说风是比较抽象的信号，那鸟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生命，古人又是怎么观察它们的呢？它们被称为有形的灵媒，这听起来更有故事性了。观鸟这个就更直观一些，核心是把鸟类的行为呀看作是环境变化的一个指示器，比如观察鸟的数量和种类。古人可能会把鸟的数量跟八卦对应起来，但这个更多是一种记录或者联想方式，更有普遍意义的是观察某些特定鸟类的行为。最典型的就是喜鹊和乌鸦了。喜鹊报喜，乌鸦报忧。喜鹊叫声比较好听，又经常在人住的地方活动，所以就被看作是报喜鸟，象征好运。乌鸦呢，因为它吃腐肉，叫声又比较沙哑，还经常出现在比较荒凉或者有死亡的地方，所以就被认为是不太吉利。但这个会不会太标签化了？乌鸦可能就是饿了找吃的呢？这恰恰是关键。古人观察到的其实是现象和结果的相关性，不是绝对的因果。你想啊，喜鹊通常是在环境比较安稳、吃的也比较多的地方筑巢安家，这本身就是好环境的一个标志，对吧？有道理。而乌鸦呢，它对环境变化，比如天气突然要变坏了，气压低了，或者环境里出现了腐败的东西，就是可能暗示灾害或者疾病，它的反应可能比人更敏感。所以听到乌鸦那种不寻常的叫声，古人可能就会提高警惕，说，我是不是得检查检查周围环境？不是说乌鸦带来了坏运气，而是它可能比咱们先感觉到了潜在的风险。这等于是把鸟类的行为当作一种生物预警系统来看待，就像咱们现在看天气预报一样，古人通过看鸟的行为来判断环境是不是安全，或者是不是有利。还有鸟飞的方向，古人也会结合当时要做的事儿来解读。比如你要出门走远路，看到鸟正好往你的目的地那边飞，可能就觉得是个好兆头，心里更有底了。这更像是一种心理暗示了。心理作用也很大，鸟叫的声音也是一样，清脆嘹亮的鸟叫让人心情好，可能觉得事情会顺利。要是那种凄厉的或者特别嘈杂的叫声，就可能让人心里不安，提醒自己要小心点儿。观鸟给咱们现代人的启发，不是让我们去迷信喜鹊或者害怕乌鸦，而是学古人那种能从动物行为里读取环境信息，然后结合自己的目标调整心态和策略。对，这是一种生态智慧。除了看风、观鸟这些动态的，我听说古人还特别擅长在安静的时候听声音，这又是什么讲究呢？听声，它的关键在一个静字。当周围环境特别安静，你的心也静下来的时候，偶然牵到的一个声音就会显得格外清楚，就容易被赋予一些特殊的意义。古人可能会把声音的来源和性质跟五行八卦联系起来，比如金属声属金，木头声属木，流水声属水等等。这个听起来又有点复杂了。对，但咱们抛开这些复杂的对应关系，它核心的逻辑其实是声音的性质和情绪。比方说，你突然听到特别好听的音乐声，或者旁边人无意中说了句吉利话，像什么恭喜你啊，太好了，你是不是一下就觉得心情特好，信心也足了，感觉像个好兆头？这我能理解，积极的声音带来积极的心理暗示嘛。那反过来呢？反过来也一样，要是突然听到特别刺耳的噪音，或者哭的声音、抱怨的声音、吵架的声音，是不是就容易心烦意乱，感觉不太顺儿？我有个同事就说过，他有天早上出门，正好听到邻居在那儿大声抱怨工作，结果他自己心情也受影响了。后来他去跟老板谈事情，就有点带着情绪，效果就不太好。这不是说那个抱怨声本身有什么魔力，而是它触发了你的负面情绪，然后影响了你后面的行为。所以声音更像是一个情绪触发器，可以这么理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反常的寂静，比如平时早上都能听到鸟叫，结果某天早上外面一点声音都没有，万籁俱寂；或者家里平时挺热闹的，突然有天异常安静，这种该有声而无声的状态，也可能是在暗示有什么变化或者异常，提醒人留意。这有点像咱们现在说的异常检测。所以听声音这个智慧本质上是训练咱们在安静中保持觉察，留意那些平时可能忽略掉的声音信号，并且思考它们可能带来的情绪影响或者暗示的环境变化。算是一种专注力的练习。聊完了风，
鸟儿声这些偏动态的。咱们来看静态的物，古人是怎么通过观察一件物品的外形啊、质地啊、状态啊来获得启示的？这个听起来更抽象了。就是所谓的取象，从事物的形象里头提取信息，核心就是观察物品的特征，然后把它跟某种普遍的象征意义或者生活逻辑联系起来。比如看外形，圆的东西像太阳、钱币，就容易让人想到圆满周全，对应乾卦，上升天。方的东西呢，像大地、盒子，就让人想到稳定承载，对应坤卦，象征地。尖锐的东西像刀啊、刺啊，可能就意味着伤害或者阻碍，像艮卦代表山停止。中空的东西像瓶子、容器，可能就意味着机会或者空虚，像离卦代表火，中虚。这有点像咱们现在说的那个设计语言，物品的形状本身就在传递信息。再比如看物品的状态，它是完好的还是破损的，是新的还是旧的，是干爽的还是潮湿的。你想啊，完好的新的东西自然让人想到顺利好的开始，对吧？那破损的旧的东西就可能暗示着问题衰败或者需要修补了。干爽整洁的状态让人舒服，潮湿脏乱就让人不舒服。这个很符合直觉，看到一个破碗肯定会想到不完整或者损失。最有名的例子还是邵雍那个邻人借物的故事。哦，对，开头提到了。他当时听到敲门声，先是1下，然后是5下，他结合时间是50，然后运用义理去推演，具体卦象怎么推的咱们不细究，关键是他结合了生活场景。50一般人家是干嘛？做饭可能要劈柴，然后那个敲门声的组合又暗示了金克木的关系，斧头是金属，劈的是木头，所以他就推断邻居是来借斧头的。他把观察到的细节，像敲门声、时间，跟那个义理的框架，还有生活常识，就是50劈柴做饭这个事儿结合起来了。进行了一次逻辑推理，食物的精髓就在于透过物品的象，就是它的形状、状态、材质，去理解它背后的那个理，也就是它的功能、含义，还有它所处环境的逻辑。这其实是提醒咱们要培养一种由表及里的观察力，看到现象要想象它背后可能的信息。比如你看到桌子腿晃了，就得想到这不稳定，有风险，赶紧修，不能等它塌了再说，对吧？这是一种很务实的风险管理意识。最后咱们来说说最直观的，看颜色。颜色这东西到处都是，古人又是怎么用它来判断吉凶的呢？变色这个啊，可能是最容易理解也最容易应用的一种方法了。它的基础就是五色对五行的观念。青色包括绿色属木，红色属火，黄色属土，白色属金，黑色属水。每一种颜色呢，根据它的自然联想和文化上的沉淀，被赋予了相对固定的含义。一般来说，黄色被认为是最吉利的颜色，因为它代表大地，属土，也代表农耕和丰收，是咱们生存的根本，象征稳定、财富。哦，黄色最好。黑色呢，通常被认为不太吉利，因为它代表黑夜、深水、未知，属水，象征危险、困难或者疾病。其他颜色呢，就要看具体情况和季节了。比如红色属火，在婚礼上那就是喜庆，对吧？但如果是不明原因的火光，或者天上出现那种很诡异的赤色，那就可能预示着灾祸了。这个好理解，就像咱们现在看到黄土地觉得踏实，看到乌云密布就觉得压抑。就是这个道理。除了单一颜色，颜色的搭配也很重要。古人会根据五行生克来看颜色组合，相生的搭配，比如木生火，青配红，火生土，红配黄，通常就被认为是和谐的、吉利的。那相克的搭配呢，比如金克木，白配青，水克火，黑配红，就可能暗示着冲突或者不协调。这种颜色搭配的合不合适，其实在咱们现在设计啊，还有日常穿衣服里头也挺讲究的。这个变色的智慧，在咱们现代生活里其实随处可见。中医讲五色入五脏，对吧？认为不同颜色的食物滋养不同的脏腑，黄色的养脾，红色的养心，
绿色的养肝，白色的养肺，黑色的养肾，这跟变色观察其实是同源的。有道理。还有咱们平时穿衣服也会根据场合和想要表达的心情选颜色嘛。面试穿个蓝的白的显得专业冷静，约会穿个粉的红的显得温柔热情，参加葬礼穿黑色表示肃穆。颜色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语言。还有就是观察天气看天色，蓝天白云就是好天儿，乌云密布就是要下雨。朝霞不出门，晚祥星千里，也是看天色的经验总结。另外啊，如果出现那种非常奇异的、不常见的颜色，比如墙上不该有绿色水渍的地方有了，或者工厂排出那种怪颜色的烟，这通常是一个强烈的警示信号，提醒咱们注意潜在的危险或者问题。所以啊，变色的现代价值就在于把它看作一种快速的、直观的信号系统，帮助咱们评估环境、调整状态，甚至还能用在健康管理和人际沟通上。好了，咱们把这个风、鸟、声、物、色这5种观察方法差不多都聊了一遍。听下来啊，感觉这个风诀鸟战不如说是一套训练咱们感知当下、理解关联的观察术。正是如此，这套观察术背后啊，有几个核心的思维方式，我觉得特别值得咱们今天借鉴。第一个呢，就是顺应规律，也就是咱们老说的那个天人合一的朴素体现。你看，观察风向是不是应季，鸟的行为是不是反常，颜色是不是符合自然，本质上就是看事情是不是处在一个和谐自然的状态里。违背了常态，往往就意味着风险忽略机遇。第二个呢，是触类旁通，也就是取象的能力，能从风声联想到情绪，从东西的状态联想到功能和风险，从颜色联想到情境和含义。这种发现事物之间潜在联系的能力，其实是创造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基础，对吧？第三个呢，是防微杜渐，所谓的断吉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趋利避害。看到不好的信号，不是坐那儿等坏事发生，而是提前准备，规避风险。就像你说的那个邻居张阿姨，看天色不好，赶紧收衣服，就避免了损失。这是一种积极主动的生活态度。这些思路确实很有启发。比如啊，咱们可以在出门前稍微留意一下天气，看看风向啊、云的颜色呀，决定是开车还是坐地铁。开会前感受一下会议室的气场，声音怎么样啊，光线怎么样啊，然后调整自己的发言策略。甚至可以通过观察同事的颜色，就是脸色啊、穿着啊，判断他们的状态，然后进行更有效的沟通。关键就在于培养一种有心的状态，用心去观察，用心去理解，然后用心去行动。邵雍之所以能观梅断事，不是靠什么特异功能，而是他把细致的观察、易学的那个框架，还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完美的结合到一起了。这是一种需要长期练习的综合能力。所以咱们今天聊这个风诀鸟战，并不是说要回到过去，而是希望从古人的智慧里头找回一种对生活更敏锐的感知力，一种跟环境更和谐的相处方式。在咱们现在这个信息爆炸、变化特别快的时代，这种回归当下、关注细节、理解关联的能力，也许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它能帮助咱们拨开那些迷雾，抓住事情的本质。也许啊，真正的神奇之处，并不在于预测那个还不知道的将来，而在于当咱们能够真正的看清楚、听明白、感知到此时此刻的各种信号的时候，就拥有了更从容、更智慧的去行动，去创造咱们想要的生活的能力。希望咱们今天的分享啊，能让你在日常的点点滴滴中多一双观察的眼睛，也多一份生活的智慧。